大家好，我是云飞。新年好呀！在过年这段时间里面，还是有很多新兴的玩意出现啊，而最火的就是咱们的 DeepSeek 了。应该大部分咱们频道的粉丝都看过了，也有很多都用过了。你们觉得它强大不？我个人是觉得这一个属于咱们中国的开源大模型这么厉害，必须是大家都用起来。用过的都知道啊，它是免费的，不过每日可用的回答是有限的，而且目前因为受到了攻击，官网的服务是不太稳定的。那么我用过官方版，并且遇到问题之后，我是第一时间想到了在自己的本地部署一下 DeepSeek R1，因为我有一台性能还不错的 Windows 嘛。而我主力使用的 MacBook Pro 性能也不差，这不得启动起来？本地部署除了可以稳定回复我们的问题，你还可以问它一些你自己的隐私，甚至是需要保密的问题。而且量化的蒸馏模型实际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我觉得是可以满足我们的大部分的需求。所以咱们的这些视频就来教大家如何在自己本地部署 DeepSeek R1，会涉及到 Windows、Mac 的部署安装，然后如何加载大模型，如何调整参数，如何自己去下载大模型。且过程都是很简单的。目前的部署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个是 Ollama， 这个是目前大部分教程的一个部署方式，这个是比较适合开发者、研究人员或者是技术爱好者，因为是使用终端来调用，我个人觉得不太适合咱们频道的观众，也不适合我自己，所以我们使用的是 LLM Studio， 它有图形化界面、可视化操作，类似于聊天应用，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就比如我们问一些我们自己不知道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想要做一个小游戏，就比如说俄罗斯方块之类的，我们来看一下它能不能直接帮我们完成。它现在已经 OK 了，然后而且给了我们运行的方法，将代码复制到一个文本编辑器中。那我们在桌面直接新建文本文档，然后这一串代码我们直接复制进去，好，粘贴好了。然后保存为这个名字和这个格式，看一下啊，另存为，我是没有任何基础的啊。好，保存在桌面的这个位置啊，在这儿呢，在这儿。可以的，我们也是写出了一个俄罗斯方块的一个程序啊。哟，消掉了。那咱们云飞也是写出了咱们第一个程序啊，是不是还挺有意思的呢？这个速度和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吧？那么我们点下收藏，这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教程。好，现在我来教大家如何安装 LLM Studio。首先我们去下载它，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苹果版本、Windows 版本，还有 Linux 版本。那我们肯定是下载咱们这个 Windows 版本，那这里是直接就可以下载好，然后我们关闭它。当然我也会为大家直接准备好这个文件，这里我还没有下载全啊，就是我这里是打算给大家下载好 15B 的、7B 的、8B 的、14B 的，还有32B 的。到时候我就直接打包成一个网盘的文件，然后大家直接去网盘里面下载就行了，或者直接去它的官网下载也可以。但是大模型文件大家不一定能下载得下来，所以我还是为大家准备好。好，我们直接双击它，然后我们直接下一步安装就行了。这里我们最好就使用它的默认安装目录，就是在 C 盘的这个文件夹下，不要去动它，等它安装好。其实整个过程是非常简单的啊，虽然说是部署，其实就是安装一下软件，然后把大模型放置到对应的地方。好，我们直接运行，完成。然后进去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全英文的一个版本啊。我们首先先把它切换为中文，在程序的最右下角这里，它有个 APP 设置，然后这里我们 Language 这里切换为简体中文。好，这就是简体中文了。但是现在我们这里是没有任何模型的，我们可以最小化，然后我们是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模型，比如说 1.5B、8B、32B。那这些版本怎么选择呢？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它各个版本的一个配置的需求。比如说咱们这个 CPU 啊，然后最小的 GPU 啊，然后内存啊，你看，比如说 R1 的蒸馏版14B 的，它是需要 RTX 3060，也就是12G 的显存，然后
搭配咱们这个 Ryzen 7的一个 CPU 加32GB 的内存，然后磁盘空间要80个G， 这里就是仅给大家一个参考。当然蒸馏模型它有 Q2、Q3、Q4、Q8 这种选择当然我们后面也会讲到我们应该如何选，这里我们就以我这台机子来举例，我们把它关掉，这里是没有模型的对吧？然后我们在这里它有一个我的模型，比如说你看模型目录是users 云飞点 LLM Studio Models 这个位置，我们直接在文件管理器里面打开。如果你是下载的我给你的这个版本，比如说大模型的文件，你下载的其中一个版本，比如说这个 1.5B 的，我们就直接拖过去就行了，比如说这样子拖过去，你会发现这里我是新建了一个文件夹，它这里是 1.5B Q8， 点击进去，这是它完整 GUF 文件的一个名字，到最里面才是我们 1.5B Q8 的一个 GUF 本体。这是因为它这边的命名规则是这样，如果你不这样设置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在这里正确显示的。你看，就比如说我现在把我用的这个 32B Q2 这个 GUF 拉过去，我们可以回到 Lemon Studio 里面看一下，这里就已经有了 1.5B 的一个文件了，但是它是识别不了我们这个32B 的文件，我们把它移回来，把它粘贴过去，好，粘过去了，我们这里就有了 1.5B 的和 32B 的，这还是非常简单的，就是简单放一下这个模型就行了。然后我们回到这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比如说 1.5B， 它这里有一个上下文的长度， GPU 的这个离散模型的数量，然后这里是 CPU 处理咱们这个承担咱们这个计算的一个数量，就用多少核心嘛。然后咱们这里是可以拉满的，或者说我们就直接用它默认的来看一下，然后加载模型，比如说这里就加载好了，然后在这下面是可以显示我们占用的内存还有 CPU 的一个用量。 1.5B 压力是非常非常小的好，你看非常非常快了解，它这个速度是很快很快的你看这是 1.5B 的，然后这边系统提示这些东西都没有设置这 1.5B 大家的电脑应该很方便，就是可以运行得起来。然后就比如说我再切一个 32B 的，然后我们也直接用它默认的吧。你可以看到这个它的这个 GPU 还有咱们这个内存 CPU 就开始用起来了。你看同样发这个速度就很慢了，然后我们还是发一样的。然后我们可以注意一下现在的它这个文字生成的一个速度，待会儿我们去优化一下它。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现在我的电脑都开始卡了它的速度就真的是很慢很慢，如果我们使用它默认的一个参数的话。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去使用合适的参数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我是测试的，我这个电脑使用 32B Q2 是比较合适的一个选择，其实还不如这个 1.5B 的这个感觉。我们可以看一下 1.5B 它生成的速度是 80.5 token， 然后这里是 6.28 token， 然后我们来调一下参数。然后现在我告诉大家基本代表着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去调它。那我们这里退出，然后还是 32B， 然后上下文长度越多的上下文它就能够联想的越长比如说咱们这个4096它就可以支持这么多个词源，但是一般的话我们是用不到这么多的，我这里就设置个2000就行了。它这里支持13万个词源已经非常够了然后 GPU 卸载它就是加载离散层的一个数量，我这里是可以直接拉满的，因为我实际测试我这个 GPU 它是可以直接到大概是11G 左右。然后这里是 CPU， 这里如果我们不处理其他的任务的话，我们直接拉满就好了。
但是这里注意，这里的拉满它是只有10个核心参与，我们可以直接把我们所有的 CPU 都调用进去。这里我们是可以直接输入数字的，比如说我这里就输个20，然后这个基底频率缩放之类的，这些可以不用去改它。如果咱们不是老手的话，咱们就不需要去改它了，直接改这上面3个就已经足够了。然后我们加载模型，然后等待它加载完成。然后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你看咱们这里的专用的 GPU 的内存是刚好占满了。然后下面的这个共享内存尽量是不要去用，因为共享内存是比较慢的一个速度啊，它反而会将我们的这个文字生成的一个速度减慢。就比如说我们还是一样问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速度，这个速度比起之前来说就快的要多得多得多。我们注意啊，看一下这里是 6.28，而且同样的问题它回答的会更 OK 一点。然后这里它的速度是 13.46， 但其实这还不是它跑满的一个速度啊，因为我这边在录屏显存和 CPU 的占用都会分掉一部分，所以它的这个速度会更慢一点。另一个就是选择模型啊，就比如说我们这里还有32比 Q4 的，像这个我的电脑就不一定能跑得起来，我们可以来试一下。再回到这边，我们加载一下 Q4， 这个就是真不一定搞得起来啊。比如说我们调一个40吧，然后这里14，这里还是2000，就可能会爆。你看现在共享显存就已经占到了 2.7， 就已经爆了。这个其实我们需要稍微降低一点，比如说你看就很慢了，这个都不用看，就太慢了 2.24， 所以说这对于我的电脑来说，这就已经是差不多极限了啊。差不多这个就是一个极限了，就是我们要做到专用内存差不多占满，然后共享内存几乎不用，然后这个速度就比较的慢。你看只有4个 token， 所以还是要有一个点，就是选对模型。我个人认为模型的大小就是32比8B 比后面的这个 Q 级会更重要一点，所以我就选择32比 Q2 就已经足够我们使用了。那它这边记住了我们的一个模型大小，然后我们调好了，这里我们就直接可以加载。然后这边系统的提示词，这里就是我们可以让它记住一个身份，比如我们这里就简单给它设一个编程大佬，然后我们接着来看这个温度。现在温度我现在是调的最小了，差不多 0.01， 温度就是它的一个创造性，我现在开的是最低。比如说我们现在问它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是写小说的，我们是写一个小说的大纲 ，OK。好，你看我们现在开的是 0.01 最小的，结合科技和魔法啊，666，代码之神，我靠！真的有，魔法和代码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啊，成为了真正的代码之神。好，这个是 0.01 的一个温度，就是创造力最低的。我们再加一个，这里我们是用一样的提示词，然后这里我们开到最大，这里最大拉长的话它是只能到1，但是我们可以开得更高，比如说我们夸张一点开到50。你看现在这个温度设置成50，它现在思考的东西有挺多的啊，它想是想的挺多的，但是搞出来但是我们应该能够了解这个温度的这个设置的情况啊。OK， 接下来我们来
看它正经的一个下载的方法，就是到底怎么去下载它。但是这个是要有一定的魔法的啊，就是这个网站，我来验证一下，咱们没有魔法是进不去的，杀掉。然后怎么去下载它呢？就比如说我们这里搜索 Seek， 我们搜索它，然后选择 DeepSeek AI， 然后这里有一个 DeepSeek R1， 我们点击进入。然后这不是有好多个版本吗？这里先不管，我们能用的模型就是 LLM Studio 能用的模型是 GGUF， 我们就直接在这里搜 GGUF， 然后直接搜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有好多的信息，然后我们选择 GGUF， 好，这里就可以看到各个版本了。比如说这个 R1， 这是8B 的，这是24B 的，就比如说这个8B 的、32B、14B 这些都有。然后我们点击，然后选择文件下载，然后这里就有所有的 GGUF 的文件。Q2、Q3、Q4、Q6、Q8 这些都有，然后直接点击下载就行了。那看，这就开始下载了。然后下载完成之后，我们还要在里面添加嘛。我们在这里文件资源传感器这里打开，就比如说我们是下载的8B 的，我们就直接在这里新建一个8B。然后我的习惯是这样啊，这里的文件名是无所谓的，你随便新建一个什么都行。我们 Q2， 比如说是这个，我们新建一个这个。就比如说这里已经下载好了，我们点击一下它，然后把这个文件名复制过来，这里再新建个文件夹，然后把我这个文件名粘贴过去，这样子，然后再把它这个 GGUF 文件拖过来。在这里 8BQ4 这里我标错了啊，然后我们再进去，这里就有了 8BQ4 这个版本，就非常的简单啊。当然前提是你有这个网络去下载。我这边整理好的这些文件，然后大家有需要可以直接从网盘下载，也就不用担心什么网络问题了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实际的用一下，它到底能够帮助我这个 UP 主做一些什么事情。就比如说我们想要做一个小游戏，就比如说俄罗斯方块之类的，我们来看一下它能不能直接帮我们完成。这里我们写了一个需求，我们需要做一个这样的游戏，直接在这个里面运行，并且还有控制功能，我可以直接开始玩，但是我没有这个编程的基础，让它直接给我们一个代码，并且告诉我们怎么运行，尽量简单一点啊。那我们发送，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思考的过程啊，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占用啊，而且占用目前来说并不高。好，它现在已经 OK 了，然后而且给了我们运行的方法，将代码复制到一个文本编辑器中。那我们在桌面直接新建文本文档，然后这一串代码我们直接复制进去，好，粘贴好了。然后保存为这个名字和这个格式，我们看一下啊，另存为，我是没有任何基础的啊。好，保存在桌面的这个位置啊，在这儿呢，在这儿。我们直接双击看一下，我们用 Chrome 打开它，看一下能不能直接拉进来，可以直接打开。可以看到这里它给我们写的东西，它并没有一个操作的逻辑啊，所以我们要继续的去优化它。我们又优化了一遍代码啊，它说是复制出来，然后直接就是可以用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好像它这个监听事件还是没办法，图形是有了，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输入。成功跑起来。
好，它现在又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我们再来试一遍啊。就是它感觉是要一点一点去优化它啊。我们再来试一下，看看它现在这个版本是什么样的了。确实是可以控制了，但是它并没有在下面，它并没有停住。那我们继续去优化它。那我们再看一下它这个暂停生不生效啊？游戏暂停，按空格继续，然后 C 字旋转，也确实更快了。但是它在底部并没有堆积啊。我换一个思路啊，我看看啊。我要写一个，先让它，我们换一个思路。你看，我们不知道怎么写这个程序，那我们可以直接问他，这个程序要写哪些东西。哎呀，我真是个天才！我复制这条消息，然后回到这边，给你一个俄罗斯方块的需求吧。OK， 看它能不能做得出来啊？哎呦，看一下啊，这次是不是能够完美的运行了啊？来，这张是3了啊，保存 ，OK。哎呦，哟，可以的，我们也是写出了一个俄罗斯方块的一个程序啊，所以说还是得用对那个提示词。哟，消掉了。那咱们云飞也是写出了咱们第一个程序啊，是不是还挺有意思的呢？我是真的希望我的粉丝们都可以用上目前比较新的这些 AI 的技术。之前我也一直想搞本地的大语言模型，一直没啥动力。这次 DeepSeek R1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契机去做这件事情，不仅仅是给大家做一个教程这么简单，而是实实在在的把这个思维转变过去，把之前的习惯给换一换。之前遇到问题都是先百度、谷歌找论坛，而现在是真的可以实实在在的问 AI， 而且我们在本地部署，虽然不是最聪明的版本，但只要我们会使用，它是真的一位不会疲劳的百科全书，啥问题都可以给我们解答了。希望你们也可以用上，而这一切都是免费的，你用了你就获得了打破信息差的钥匙，领先别人一步还不要钱，是真的很不错。有硬件的建议都试一下，哪怕配置一般，用最小的 1.5B 也要去试试。那么这就是我这次的 DeepSeek R1的安装部署分享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弄好了的用户也记得回来说说你们的看法吧。如果有什么想我测试的产品，也欢迎评论。我是云飞，那么记得点赞收藏。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